在贵州的深山里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山洞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山洞里面竟还建有房屋。放眼望去，房屋门前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宛如世外桃源一般。在房子的旁边还有一条小溪，溪水源源不断地向外流出。踏入山洞深处，发现在房子后面竟还隐藏着另一方天地。听当地人说，这个山洞还可以通往另一个地方。下面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州遵义的大山里面，准备前往山洞人家。可能有的朋友知道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在2年前就来过这里。当时在这个山洞里面呢，养的有羊还有鸡啊。那天我们从白天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房屋的主人回家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刚好要经过这里，准备再次去看一下。时隔2年，这里的变化真大，你们看。之前我们来的时候，这底下是一片荒地，现在呢都已经种满了庄稼，并且呢这里它还是通了一条路的，这条路它是直接到达那个山洞里面的。现在我们走上去看一下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今天我们走的这条路和上一次不一样？上一次呢，我们是从那个山崖上有一条公路，公路旁边呢有一个支路，一条小路，从那个小路上下来的。今天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，听当地村民说呢，这条路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才修的，还是一个毛路的一个状态。由于前几天下雨的缘故，我们就没有把车开进来，我们是徒步进来的。哇，大家快看，看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？这里居然有一架梯子，这上面是不是当地村民藏宝藏的一个地方哟？让我们上去一探究竟。这是一个木质的一个梯子，走到上面还看到明显的摇晃，你们看，一直在闪。这里还有一点不好上来，这边有一个木箱子。这上面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洞腔，还是一个穿洞，你们看。哇，你们看，从这里看风景真的是绝美。这个圆弧形的山洞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。哇，你们看这外面的风景真的好美呀！从这里看出去，这里就像一个天然的画卷一样。窗外的风景呢，会跟随季节的变换而变化，每一个季节呢，都能欣赏每一个季节的美。看这里，这里也还有一个木箱子，这个呢，应该是当地村民放在这里的，用来招蜜蜂用的。像到一定的季节的话，他们会来收割蜂蜜。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这边呢，这个山洞口它是比较深的，应该可以走进去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今天我特地带了一个手电筒。这个木箱子呢，也是用来招蜜蜂用的。这个洞腔走到这里呢，就已经走到底了。上面还有一个小的洞腔，你们看。从这个洞口来看，以我这个体格，我肯定是爬不上去了。里面还有一只虫子。现在我们出去吧。现在我们从这里下去。看来这个梯子应该是养蜂人放在这里的，用于观察蜜蜂的。现在是春天，万物复苏的季节。你们听，整个山谷里面回荡着各种鸟叫声。再看这底下，这些树木长得枝繁叶茂的，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快看，我们终于到了！一走进这个洞外面呢，一股凉风扑面而来。像这种山洞里面的话，它温度基本上都是恒温的。像夏天它感觉不到炎热，冬天的话它感觉不到寒冷。走在这里面就感觉像进入了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一样。看这边就是房子了，它这个被河流分成了两半，我们需要从那边过去。如果说这条路后期做了硬化的话，这个车子是直接可以开进这个山洞里面的。我们从这边跨过去。这座房子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人居住了呀？之前我们来的时候，在这个院子里面还养的有鸡鸭。这个房子里面被收拾得整整洁洁、干干净净的，看不到一点生活用品。看样子这户人家已经搬出去了。这些门都是上了锁的。哇，你们看，这是一个老古董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呀？这个在农村基本上都是常见的，基本上都是每家必备。因为到了收粮食的季节，它要用这个用来扬灰。这边这个窗户是打开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空荡呀，你们看。这里面放的有2个机子，这个机子是用来打米的，就是去壳机。旁边是一个磨面的面粉机。这户人家应该是搬到城里面去住了，要不这2台机器怎么不搬走呢？在这个外面有一个空架子，之前我们来的时候，这旁边它是围了有围栏的。之前是用来关押鸡鸭鹅的，看这底下还剩了很多柴火。你们看，在这个房子的外面修了一堵很高的一堵墙，它这堵墙应该是一个防御墙。从这个材料来看的话，它的修筑时间距离现在的话已经很久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。这边呢，应该是他们以前的一个厨房。你们看，这外面还放了一张沙发，在这个凳子上放了一件蓑衣。这个蓑衣呢是干农活用的。它这个门它是没有锁的，是一个半开半掩的，打不开这个门，应该是热胀冷缩的原理，把这个门可以卡住了。这里面是一个厨房。你们看，它上面有一个灯，这里呢它也是通电的。这边放着2口锅，像一般农村的话，它这个大的这口锅呢，它是煮给牲畜的，小的呢才是人吃的。这种灶台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因为它的进柴口呢是在外面，这样的话它这里面不会被熏黑，人在这里面做饭的话也不会被这个烟熏到。这里有一个碗柜，里面放了一些碗和一些生活器具。你们看这里，哇！你们看这里还有一台洗衣机，它生活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。这边是一个卫生间，看这个地上放了什么？是火炭。这里还有一包，应该是冬天用来取暖的。它这里面的水电呢都是通了的，
生活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。但是让人想不通的是，他们为什么还是搬走了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。在这个围墙的外面呢，是一排排的栅栏。这里面呢是喂养牲畜的。之前我们来的时候，它养了有羊。从这个面积来看的话，这里面可以容纳100头的。它的养殖规模还是比较大的。你们看，我们上一次就是从这里下来的。它这个路呢已经被杂草给覆盖住了，已经完全不能走了。这里面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在这个房子后面呢，有一条小溪，它这个水源呢是从山洞里面流出来的。它这个水呢，它是源源不断的向洞外流出。我们带大家去山洞里面去看一下。你们看它这个水质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特别的清澈，感觉都可以直接饮用了。哇，你们看这个山洞，好宽敞呀，感觉有足球场那么大。这个山洞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。你们看，在这个崖壁上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钟乳石，真的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你们听，这个山洞里面还能听到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的鸟叫声。它这个山洞里面呢，已经变成了鸟类的寄居地了。它们在上面的崖壁上筑巢。这个山洞它是又大又深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水源在哪里。走到这个洞的深处，我们就需要借助手电筒的光了。越往洞的深处走呢，这个气温就越低。走到这里呢，我已经感觉特别的冷了。你们看，它这个水源就是从那里面流出来的。这旁边呢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洞腔，非常的奇特。你们看，它这个崖壁上还在往下滴水。这边呢，它是过不去的，我感觉像是有很多淤泥。我们从这旁边走，我在这个旁边发现了一个水管，应该是当地为了饮水方便而修的这个水管。从这边可以顺着这条水管走过去。这里面还有一点滑。走这样的路，我们要特别小心。洞里面是非常的狭长的。你们看，在这个正中间有一个石头，你们看着像什么？我感觉特别像那个八仙过海。这边还可以往洞的深处走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你们看这地上好多石头。如果说是遇到雨季的话，这个水应该会淹没这里。
这里面的石头造型非常的奇特。你们看这块石头，它是悬挂在这里的，下面一节应该是被这些雨水给冲刷掉了。这样碰到雨季的话，它那些石头都从那个洞里面冲出去，就把它砸断了。哇，你们看这里面还是非常大的，真的是别有洞天。这边这段地上踩着软软的，它底下全是那种泥沙。走这里面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它地上的石头会把你绊倒，而且呢也是非常滑的。你们看它这个水管，它是一直从洞的外面一直延伸到洞的深处的。哇，你们看那里是什么？那里居然有一个皮艇，一个船，你们看，用轮胎做的一个简易船。它这个用来干什么的呀？这个，不会是有人进那个洞里面去探险吧？哇，你们看它这个位置，它的水的话，它是比较深的。你们看，它这个岩壁上在滴水，就像是下大雨一样，太神奇了。这个手电筒照过去，你们看都可以看到一股雾气。你们看，它这个水呢，一直是从这个山洞里面延伸的。这个皮艇呢，应该是当地村民做的一个简易的皮艇，是为了好维护这个水源。看那边还有一个小洞，像一个地下宫殿一样。看样子我们是过不去了。那我们就不过去了。现在我们出去。从这个洞口出来呢，我们在这边右侧发现了一个天窗。我感觉这个位置拍照比较出片，我们从这里上去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种异域星球的感觉？
哇，你们看那是什么呀？刚才我们从外面进来的时候还没发现，我们从这个另外一个位置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，它这个造型好独特呀。我们近距离去观看一下。你们仔细看它这个石头，它的表面的纹路像一个脑花，但是你从它的大体形状来看的话，它又像一个鸡蛋一样，像一个荷包蛋。哇，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！没想到，在这个房子后面，竟然还隐藏着一处令人叹为观止的秘境。刚才我们在这个山洞外面遇到一位当地的大叔，他说这户人家之前是在这个山洞里面搞养殖的，主要养羊为主，但不知道后面什么原因搬走了。这条路呢是当地集资修的一条产业路，是为了运输当地的农作物的。你们看，这个地方有山有水，我称它为世外桃源，一点都不为过。但不知道这户人家在这么好的条件下，这么好的交通下，为什么还会搬走呢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我觉得这个山洞后期如果说把它开发成一个避暑胜地的话，一定是非常不错的。到时候修好，我一定第一个来。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